这辆售价不到正版乐高1/10价格的法拉利 Daytona SP3 和乐高正版相比有多大的差异呢？那作为2022全新科技组旗舰42143上市才20多天，1:1的国产复刻版也不出意外的面世了。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辆是乐高正版，一辆是盗版，你能从视频中判断哪一辆是盗版吗？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判断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哦。在开始本片内容之前，我们强烈的呼吁大家务必购买正版乐高产品，同时也不要信任任何的所谓高瞻复刻版。大家知道这款乐高42143使用了非常多的乐高全新零件，这也就意味着盗版厂家也同样需要对这些零件进行开模。同时我们还注意到，目前的盗版并不只有我们买到的这个版本，那根据目前玩家圈子里流传的消息，大概会有3个左右的版本。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包装看起，一一来看一下它和正版的区别。首先可以看到，在包装方面，虽然乐高这款法拉利采用的是异形车库版包装，不过盗版厂家仍然是对这个包装进行了1:1的复刻。但是在材质方面可以看到，盗版的材质明显要糟糕很多，而正版的话是非常精致的哑光质感，尤其是包装顶面上的法拉利跃马车标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另外，包装右下角这里也有区别，盗版这盒标的是50003，年龄定位标的14+。那么同样不出意外的，整个包装上没有任何生产厂家的相关信息。接下来我们来拆箱，那可以看到乐高正版的3个零件分盒在这款盗版里是不存在的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塑料袋。打开塑料袋，我们看到盗版厂家同样对这盒套装进行了大步骤分包，一共是42个零件分包，7个大步骤。那拼搭手册呢？盗版的只有这一本，而且厚度大概只有正版这2本加起来的1/3。封面设计和正版基本一样，不过正版的法拉利英文被修改成了 Firsts。打开拼搭手册，乐高正版手册里的几十页宣传图自然是没有的了。在图示方面，这款盗版并没有直接照搬乐高，而是进行了重新的制作。可以看到，已经拼搭过的部分在图示中进行了灰色的处理。另外，在图示比例方面印得非常小，如果使用这本手册进行拼搭的话，放大镜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了。不过经过对里面步骤图示的检查，我们发现它和乐高的步骤基本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盗版应该只是重新画了图而已。那大家知道乐高的这本拼搭手册在图示方面是有错误的，我们在之前的评测中也有提到过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盗版手册。可以看到，关于变速箱的拼搭，盗版手册进行了重新的制作，同时也对104步的图示错误部分进行了修改，以及在1127步补充了乐高手册里遗漏的这2个车尾下方的科技面板。所以我们这里应该发一个怎样的表情包才比较合适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零件方面。首先我们最好奇的就是乐高在这款法拉利上使用的这些全新零件：22齿锥齿轮，背面这里有比较明显的缩水印；14齿锥齿轮，20齿正齿轮，12齿正齿轮，3×19框架零件。新轮眉零件，背面印了2184的编号；平行四边形科技面板，背面印了一个61的面板编号，以及2166的零件编号；三角形科技面板，背面印了一个62的面板编号，以及 HM003的零件编号；一单位宽2×5弧面科技面板，侧面印了2157的零件编号；三单位宽2×5弧面科技面板，侧面印了2183的零件编号。那么经过对这些零件的检查呢，客观的说，至少从外观来看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劣质感，甚至部分科技面板零件的表面晒纹处理也还是做得不错的，尤其是这种需要后期加工处理的轮毂零件，在微距放大下，这种质感处理虽然不如乐高，但也谈不上劣质。但是这4个新避震零件，那就真的是有点劣质了。首先，在自然状态下，它的上下2部分是歪的，另外弹力也明显比乐高正版要大了很多。经过测试，它的弹力大概达到了4.5公斤，而正版大概只有3公斤。那我们也抽查了用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其他零件，经过微距下的检查，绝大部分零件没有发现披风毛边、缩水、进胶口残留等问题。不过32054这个零件，我们在里面发现了2个版本，其中部分黑色的和其他的不一样，外观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瑕疵，同时拼搭手感上也非常的紧，以及本应对称的科技面板出现了其中一个是晒纹面，另一个是光面的情况。印刷件方面，这款套装也是和乐高正版完全一样的，而且也没有对法拉利的英文进行修改。那具体的印刷质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那零件方面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接下来就准备开始拼搭。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乐高正版的拼搭手册。
好啦，和正版一样，大概经过16个小时的拼搭，这辆 First 就完成啦。先来看一下整体的拼搭感受。整体来说，这款法拉利在拼搭过程中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手感糟糕的问题，但是存在一定的手感不一致的问题。那相对比较极端的是，车头下方扰流板这里的十字轴连接件就存在很松的问题。不过这种情况在这款套装里并不多见，所以这里我们拿胶水稍微沾了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，首先是悬挂避震。那测试和对比下来呢，比乐高正版的悬架回弹要稍微硬一点，但是感受并不是很明显。然后是车门开合、前盖和引擎盖的开合、方向盘联动，那这几个功能测试下来呢都没有问题。然后看一下这辆法拉利最关键的换挡拨片、变速箱以及发动机的联动。那经过测试，方向盘后的换挡拨片联动没有任何问题，同时在8个档位下，车子都可以非常顺畅的推行。所以在功能方面，我们很想挑出一些毛病出来，但是非常遗憾。那最后来看一下外观，首先从整体来看，这款盗版法拉利并没有很明显的可以和正版做到区分的地方，不过在细节方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差别，其中最主要的是表面科技面板，乐高的是晒纹面。而盗版的呢，有几个面板是光面，或这种我们之前提到的本应对称的零件，左边是晒纹，右边是光面的问题。车门上的科技面板也能看到差别，乐高车门这里可以看到零件上的近焦点，而盗版这个零件的近焦点坐在了里面。而车尾扰流板这里仔细看的话，也能看到盗版的零件边缘出现了不平齐的情况，而正版是没有这个问题的。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展示名牌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哪个是正版，哪个是盗版，可以把自己的判断打在弹幕里哦。好啦，那本期评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